欢迎来到江风世界，朋友们好。你要是这几天只看官媒，会觉得天下太平，报纸上还是一片莺歌燕舞。可我跟你说一句老话，中南海最安静的时候，恰恰是杀机最重的时候。就在外网炒作五中全会要提前开的节骨眼上，华北、中原、塞北3块地方悄没声地落下了3张网。很多人扫一眼就翻过去了，不就是几个官员调动，几趟例行调研吗？可这3件事偏偏全挤在同一个礼拜里，哪有这么巧的事？原来这是那几位退而不休的老人，在全会开锣前做了3个外人看不懂的动作。在河北，把那个曾经最锋利的御前带刀侍卫当成提线木偶拉出来当街示众。在河南，绕过省委一把手，把一根独杖的钢钉直接砸进地方的钱袋子。在内蒙古，带着一队财务死神去封死帝国最值钱的资源底牌。那个看着说一不二的人，守了10几年的防线，如今就剩最后1公里了。为什么这么说？只要你把这3个省份的省委书记名单拉出来，你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点。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习家军铁杆；河南省委书记刘宁，妥妥的习派外来空降大员；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这位刚刚从经济大省广东一路北调的红人，更是一身洗不掉的习派烙印。这3个省份是习近平在地方上的政治堡垒。在即将到来的五中全会上，这些省份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们手里攥着的选票，到底是投向元老派指明的新秩序，还是继续绑在统帅集团的战车上，直接决定了中南海权力天平的终极倾斜。所以元老派最狠辣的手段，就是要在全会开锣之前，对这3个省进行彻底的点穴震慑。我们先说第一刀，砍在京畿的大门口，河北。6月17日到18日，管警察的公安部长王小洪在雄安、保定、石家庄跑了整整2天。消息一出来，网上一片喧嚣。王小洪这是绝地反扑了，这是习近平的刀把子在全会前出来镇场子了。这哪里是反扑，这恰恰是五中全会开幕前元老们要把河北这块地整个收编的信号。而王小洪本人不过是被拿来收编河北官场的那把活道具。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王小洪现在墙内早有传闻，他本人已经被中纪委盯上，现在出门办任何事，身边会跟着中纪委的陪同人员，他怎么可能有权利来给自己灭火？所以他是被元老们拿来彻底灭掉河北下面那帮残余的习派势力幻想的。您看他走的调研路线根本不是随便挑的。雄安那是习近平个人的政治图腾，保定是刚刚被换了锁的要塞，石家庄是河北省级公安和政法系统的脑部中枢。这是一条专门走给河北全省政法官僚看的游街路线。把王小洪这么一个名义上的王副国级摆到河北走一圈，就是让底下的政法干警亲眼看看，瞧瞧你们头顶上那座曾经高不可攀的泰山，现在出门都被中纪委跟着，你们还指望他能保你们？而最狠最毒的一笔就藏在官方的通稿里。按通常政治规格，副国级到省里调研，地方一把手是否露名，是否陪同，本身就是一个政治信号。可这篇通稿里，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的名字没有被摆出来。此时此刻，坐在石家庄省委办公室里的倪岳峰看着这张报纸，手大概是在发抖的。因为体制内的人都懂，当你的名字不再出现在官方的通稿里，你的安全边界就正在缩小。这一抹就是一张贴给河北全省官吏看的无声告示，大白话就写着2行字：你们要是还死死跟着老习那条线跑，倪岳峰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准备着一块儿被清算。谁现在要是转向保定赵文峰这条新线，谁趁早把材料交出来，把自己摘干净，谁手里就还有一张活命的传票。所以您看明白王小洪这趟河北行了吗？
他本人就是五中全会前逼着河北官场缴械站队的那件活道具，是中纪委陪同下的示众。一招下去，河北警界和地方残余那点死扛，等待上面反扑的最后一丝幻想，在这一天碎得干干净净，剩下的只有低头。天天在这种高压、算计和恐惧中过日子，这帮官员估计晚上没几个人能睡个安稳觉。咱们普通人就更不能像他们那样，身体才是咱们最大的本钱。这就让我想起了咱们的老朋友普瑞堂玄宝黑参，采用的是传承古法工艺，把人参中的活性成分发挥到了极致，温补而不上火，特别适合平时容易疲劳或者睡眠质量不好的朋友们。这次普瑞堂也给咱们江风世界的观众朋友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专属福利。现在只要在官网下单，单笔消费满500美元，就直接奖励一根普瑞堂玄宝黑参，多买多送，上不封顶。下单的时候别忘了输入我们的专属优惠码 JF， 而且他们提供全球包邮，不管您在世界哪个角落，这份健康的守护都能直接送到您府上。点击我们视频下方的说明栏链接或者置顶评论，就能直接选购。保重好身体，咱们才能看到最后的结局。好了，广告之后，咱们把视角往南移动，跨过黄河，去看看中原腹地河南，那里正在上演一出更为隐秘的账本杀。就在2026年6月18日，官方发布了一条极其低调，甚至刻意没有引起舆论注意的人事消息：李涛任河南省委常委，几天前还是河南省副省长、省政府党组成员，兼着省国资委党委书记，而现在他被一下子提进了河南省委常委会，直接坐进了省里的最高权力决策层。李涛这个人这辈子几乎没离开过河南的工业和国资系统，从省工信厅办公室主任干起，到2018年一把抓进省政府国资口，省政府副秘书长，河南能源化工集团党委书记，再到2021年回省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一肩挑河南这些年最肥、最见不得光的那本国资账，他从头到尾都在场。什么叫国资？什么叫城投和能源集团？大白话翻译过来，这些东西就是过去10几年里地方长官和北京派系联手打造的私人洗钱白手套通道。盖一条根本没人坐的高铁，建几栋完全空置的摩天大楼，打着高质量发展的旗号，几百个亿的资金在国企、地方平台和白手套之间转了几个圈，最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流进了北京某些派系的秘密账户里。而李涛就是那个知道这台机器怎么转，知道哪些账本该从哪里翻的人。现在河南的牌面上，省委书记是刘宁，是外来空降的习派书记，省长是王凯，管着省政府的日常运转。在这个时候突然把李涛这个本土国资口出身的干部直升为省委常委，他绝对不是来抢省长王凯的位子的，他是一根被元老派死死钉在省政府和省国资委之间的审账钢钉。这根钢钉一旦砸进去，河南那些过去靠着项目、靠着国企、靠着能源盘子躺着吃肉，顺便给北京旧主子输血的人，就会感到灭顶之灾般的窒息。以前他们可以找省政府的熟人通融，可以通过河南能源这种巨型地方平台把债务绕过去，但现在李涛坐进了常委会，这些暗道他闭着眼睛都能走个来回。你拿什么项目伪装成新质生产力去骗贷款？你拿什么城投债去包包装装做空地方财政？你拿什么国企改革去进行隐秘的利益输送？李涛只要坐在常委会的会议桌前，斜着眼看你一眼，你就知道全露馅了。可以把李涛想象成一个携带了全套主板密码的终极黑客。他坐进省委常委会，手里不拿枪，就拿着一个 U 盘，他一言不发地看着省委书记和省长，眼神里其实只有一句话：你们过去5年、10年通过城投和能源集团给北京送过去的每一笔买路钱、每一笔政治现金、格式、单号、经手人，全部都在我的 U 盘里。
大家是体面的在五中全会上配合元老签字站队，还是等我把这个 U 盘直接插进中纪委的中央电脑里？这叫用核按钮逼你签字。是要继续想方设法在全会前用地方项目给旧派系输血，还是配合新规矩把材料交出来？河南的官场在李涛升常委的那1分钟起就已经没有了选择。看完了河北的枪，看完了河南的钱，现在我们必须把视角再往北拉。在长城以北，那片掌控着整个帝国煤炭、电力、稀土乃至未来最关键的算力资源的塞北荒原内蒙古，同样在2026年6月中旬爆发了一场政治风暴。官方通报里是这么写的：6月15日至18日，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勇率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调研组奔赴内蒙古调研，主题非常宏大，叫做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高质量开展地区产业协作。如果您看时政节目只盯着这些新华社通稿里的陈词滥调，那您一辈子也看不懂中南海的刀光剑影。这次调研最惊悚的地方在于谁带的队，他们带了谁，以及他们到底去了哪里。带队的王勇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政协副主席，他是从国资监管系统、应急管理系统里一路滚出来的超级狠角色。这种干了一辈子实务的老官僚，最擅长的是查企业、看项目、翻底账。而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是跟在王勇身后的这帮随行人员：马建堂，原国家统计局局长；于卫平，财政部原副部长；齐斌，中投公司出身的超级资本买手。他们是真正的金牌财务清算人，是帝国的财务死神。马建堂是一眼就能看穿地方政府 GDP 造假、数据灌水的统计魔术破解师；于卫平是当了多年财政部副部长，深谙中央给地方拨款每一个隐秘管道的财神爷；齐斌则是常年在万亿级国家主权基金里长袖善舞，对跨国资产转移和影子资本运作了如指掌的顶级捕手。这帮人凑在一起，坐着考斯特面包车进入内蒙古，你觉得他们是去草原上散步听牧民唱歌的吗？他们去的地方通稿里写的明明白白：产业园区、算力基地、重点企业。这3个词落地砸出来的全是内蒙古最值钱也最容易藏污纳垢的核心黑账：能源账、算力账、城投账、国企担保账。内蒙古可不是什么普通的边缘省份，这里的煤炭储量、稀土资源和源源不断输往华北的电力是整个华北平原的生命线。而最近这几年打着新质生产力、算力基地等高大上旗号的巨型项目，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内蒙古荒原上拔地而起。项目一装进去，几百个亿的土地、电价优惠、银行贷款、国企信用担保就铺天盖地地跟了过来。在体制内，这就是最完美的洗钱和套现工具。那些高耸的算力大楼里可能只有几千台根本不运转的空壳服务器，那些所谓的产业协作可能只是几个白手套公司在互相倒手贷款。无数的国有资产和资金就在这几本账目里神不知鬼不觉地转出了中国，进了北京某些特定派系的秘密口袋。而王勇带着这帮财务死神下去，就是要把这些外皮扯碎，把里面的账本直接抬到阳光底下过秤。更绝的是时间点，就在王勇带队动身踏上内蒙古土地的同一天，6月15日，中央纪委监委公开通报了5起政绩观偏差的典型案件，其中最亮眼的一起就是内蒙古交通集团原总经理刘学武违规开展融资性贸易问题。通报写得极其具体，极其露骨。从2019年到2024年，这个刘学武明知严禁开展融资性贸易，仍然安排下属公司打着买卖煤炭等货物的幌子，在暗地里开展出借资金赚取利息的融资性贸易。这就是典型的影子银行。内蒙古交通集团作为一家国有大型企业，用自己的信用从银行拿到廉价的巨额贷款，然后打着买煤的幌子，把
把这些巨额的国有资金借给特定的私人白手套去生利息，去加杠杆，去给特定派系输血。最后项目爆雷了，资金不知去向，留给国家的是千疮百孔的庞大债务。中纪委在6月15日把刘学武的案子当成典型甩在桌上，而王勇在同一天带着那帮财务死神踏入呼和浩特。这叫中央把尚方宝剑先亮出来，把政绩观偏差和违规融资这两顶随时能让人掉脑袋的政治帽子先死死地扣在了内蒙古官场的桌面上。王勇一落地，根本不用拍桌子发火，他只要温和地问一句：你们这里东数西算的算力基地到底在给谁提供服务？那些煤炭贸易的资金链到底在怎么转？地方上的官员当场就得冷汗湿透脊背。内蒙古这几年政治生态塌方，前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孙少成，前任自治区主席王丽霞这一对党政一把手双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落马。王丽霞6月3日已经被提起公诉，一个省的书记和主席同时栽进去，连锅端，这在全国都极其罕见。顶上塌空之后，王伟忠从经济大省广东一路北调，接替孙少成当上了内蒙古党委书记。这人当过深圳市委书记、广东省省长，一身习派红人烙印。王勇这次率领的财务死神队，表面上是来内蒙古看企业，实际上是在敲山震虎，甚至是在直接敲打王伟忠。潜台词非常冰冷，也非常直接。王伟忠同志，王丽霞时代留下的那些能源黑账、算力黑账、交通集团的违规融资黑账，你到底打算怎么处理？你是打算利用你手中的权力，继续替北京的旧主子死死护住这个巨大的利益池和输血管道，还是配合我们全国政协和中纪委的审计，把当年那些签字的人分钱的单子全部体体面面的交出来？你配合交账，你就是新秩序的同盟军；你拖延不交，或者还想用你的习派背景去遮掩、去抗衡，那么刘学武案、王丽霞案的火随时随地就会继续往上烧，烧到内蒙古党委的核心层。这就叫敲山震虎，敲的是交通集团、算力基地这几座山，震的就是坐在内蒙古一把手位子上的这只虎。这一手下去，直接在五中全会开幕前，把这3个省的习派政治铁板给生生撬开了一道无法弥合的裂缝。即便省委书记还想在代表团里强行搞一致通过，他一回头也会发现背后的同僚们早就在暗中准备好了活命的传票。这叫釜底抽薪，用政治风向逼着底下的官员跟省委书记物理切割。好，朋友们，今天这出五中全会前夜的无声围猎，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如果您觉得江峰今天的分析帮您看懂了这3个省委书记乃至底下那帮地方官僚们此时此刻的惶恐与盘算，那请您一定要动动手指，点个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打开旁边的小铃铛。您的每一次点赞，每一次分享，都是我们在这场政治迷雾中继续为您抽丝剥茧、寻找真相的最大动力。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